很多企业还是愿意用牛马，对，比起这些高大上的 AI 工具来。计算机行业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就是每隔几年芯片里面的集成管的数量会翻倍，算力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以后包括现在有很多老人，不是他喜欢看某一种视频，那平台就不停的给他推嘛，那他的信息茧房就越来越重了。大部分他们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技巧去收集你的信息的。他对你的用户习惯那么的了解，万一去搞电诈，那不是一诈一个准。我们现在的选专业也好啊，上什么兴趣班也好，更多的是刻舟求剑。但事实情况是，科技的出现现在是以一种起点的方式，一个人类完全没有见过的科技会在一瞬间突然爆发出来。教育的规划怎么样适应这个时代呢？ AI 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已经趋近，甚至是超越人类表现了。那你觉得人跟 AI 本质上还有什么区别吗？比起这个更重要的话题，可能是东亚这个生育率的问题。人类还没有被 AI 灭绝的时候，人类可能自己的物种延续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我很想请教 Kevin 的是，就是我自己本身在金融行业工作嘛，那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那复杂的算法我确实是没有能力运用的。假设我是要学习 AI 知识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核心的思维或者是工具还比较推荐像我们这种毫无技术背景的小白可以掌握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技术底层背后的一些原理，其实应用起来的门槛并不是特别高。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应用场景还是在学习方面嘛，就是无论你想学什么，其实通过跟 AI 对话的方式能够更高效的去做一些学习。是金融行业的话，可能我看现在他们也有人拿 AI 做一些，比如说财务报表的分析啊，包括行业的一些发展的分析啊。然后 AI 也有那种 Deep Research 功能，你可以让它在各种网站、各种数据源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我假想的未来会出现一个平台，包括现在 Amazon 其实也做一些产品，就是说让一些不会写程序或者说对程序没那么了解的人，也能通过一些低代码甚至是无代码的方式去做一些自动化的流程，然后来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包括像 Amazon 出了一个产品叫 Quick Suite， 然后它就是你可以通过拖拽，然后用自然语言描述的方式去完成一些工作。比如说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对接我的 Outlook 邮箱，然后从那个邮箱里面生成一个总结，然后发到我另外一个文件里面，或者是做一些对接现有的软件。然后比如说原来我可能是读了一个邮件，然后我要回这个客户邮件，对不对？然后我是从另外一个数据源拿到信息，然后再去回这个邮件。那现在它可能这种重复性的，包括甚至现在都不需要一模一样重复性的工作，就是类似的工作都可以被一个统一定义的流程去取代。因为 AI 的批量回复客户邮件已经不只是批量，它甚至可以说针对性的回复。就比如说以前所谓的批量化，可能是我定一个模板，然后里面填一些空，然后这样回复。但现在可以完全针对个人去做回复，因为 AI 的能力更强大了。那这个跟我在购物网站上遇到的那种机器人回复有什么区别吗？你现在觉得它是机器，之所以你觉得它是机器人，是因为它的回复是你可预测的，或者说你觉得是一个模板化的回复。但是在未来我看来，它不能真正的解决我的问题啊。在未来我看来，像这种客服类的产品会变成跟真人几乎你分辨不出任何区别，就是它会做到跟真人回复是一样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很快就能做到，包括现在已经很多产品都能做到。包括我们之前在日本有体验过一个中国小程序写的一个，就是帮你打电话预约餐厅的服务。你定义好我要的人数和想吃饭的天数，然后选几个备选方案，就比如说你订不上会怎么样，然后它就可以代替你去打电话给这个餐厅帮你预定位置。然后那个我去听过效果，其实跟真人说的已经非常接近，而且它的那个延迟非常低，不像那个机器人它可能会卡顿，它跟真人自然的对话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在我看来。这种就可以应用在比如说日本这种非常需要电话预订的国家，是不是？对，我觉得未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有的时候要去预约餐厅，就包括很多的场景，就是说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被取代，可能是原来觉得做这个东西成本太高，或者说这个东西太麻烦，我用软件写太麻烦。
但未来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未来可能就是 AI 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那些所谓我们麻烦的那些步骤。但是说到这里，我会好奇的想问一下，模型的开发，或者说是我要在我的商业中运用这个功能，会不会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因为毕竟在现在人工那么便宜的情况下，很多企业还是愿意用牛马更多一点。对，比起这些高大上的 AI 工具来说，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嘛。现在它包括你模型的使用成本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特别是一些欧美公司的模型产品，因为他们开发成本比较高，算力成本比较高，电费也比较贵。但是计算机行业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就是每隔几年芯片里面的集成管的数量会翻倍，每隔2年嘛。这个想说的是算力的这个成本会越来越低，以后就不是看那个芯片里面的密度，而是说每一个 token， 现在是按 token 作为一个计算单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产生一个任务所需要的成本我会越来越低。那在未来会到一个阶段说我做一个任务是比让一个人去做这个任务，现在可能稍微计算机做贵一点，或者说比人低一点点。那如果假设现在这个成本用机器做是人的1/10、100%的话，那在那个时候这个东西被 AI 或者被算法替代，就是已经是很自然而然的事了，只是说需要时间。对，现在算力没有便宜到那个程度，但是这是一个肯定是跟摩尔定律一样的一个趋势，我觉得。我经常有时候会刷这个，比方说是微信的这些短视频切片，它现在因为现在 AI 比较普及了，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视频号会去卖一些课，就是教你说怎么从一个技术小白去自己搭一个工作流之类的。就是我确实非常好奇，真的吗？我没有这个技术背景，真的能搭一个产品出来吗？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个女博主，她叫张 Zara， 她应该是飞书在湾区的营销负责人，她自己是怎么评价这种观点？她是觉得说把一个东西从0分搭到80分，这个可能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是可以通过借助 AI 的帮助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怎么从80分提升到95分，作为一个成熟的产品落地，这个还是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做 coding 的，说你可能没有技术背景的话，你还是做不到的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说的这个部分，我要把一个80分的产品做到95分，是针对一个商业化产品。我这个产品如果是我做出来要卖钱，要能够给用户带来价值，那的确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做的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一个80分的产品，我可能只需要一个20分的产品，或者我连产品都不需要，我需要一个能帮我提升效率的一个方式而已。就我只需要有一个既定的方式，能够让我把事情更快做完或者更好的做完就行了。这件事我觉得很多人是可以做的。还是我说的那个，在很多现有的场景下，包括很多传统行业里面，其实做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做一些提升了。我觉得就可能先不要考虑商业化、产品商业化这个问题，那个的确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事，因为现在的 AI 的能力还到不了说从我产品的想法到实现，我中间完全不需要人，这个现在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你借助一些低代码的平台或者无代码的平台，就是已经现有的那些产品，包括字节，他们肯定也在做一些那种让普通人能够自己去定义工作流也好，然后定义一些自动化的流程也好，这种产品你只要去用这些产品就行了。一些成熟产品肯定已经有了，或者说你用到一半不会了，你直接把那个错误码跟 ChatGPT 说，或者跟 AI 说，它都能告诉你怎么修。包括写一些简单的，比如说 Python 脚本啊什么，其实 AI 已经就是很好的因为我研究生里面学的怎么写码，我到现在已经全部忘光了，但是 AI 用自然语言描述，我需要 Python 帮我实现怎样的过程，它都能把码全部都写完给我，然后并且告诉我每行代码是什么作用。然后如果跑了之后出错了，我就再把错误原封不动的贴进去，然后他就跟你说啊，你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里改一下，那里改一下设定就好了。你是写了一个什么程序啊？我好好奇哦。比如说我们的播客调音，对，我都是让他写一个，就是我怎么能把这个音频测出来，我们的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响度吧是多少，然后我要怎么调，它也是告诉我啊 compressor 什么参数调一点，然后这个调高一点，那个调低一点，limiter 怎么设置，它都会全部告诉你，我都不用就是手动一点一点的去调，就是它可以根据我的情况完全出来结果了。或者说是我们的字幕，
其实除了用 Gemini 去生成之外，我也可以用 Python 里面的语言模型去生成，因为它可以直接给我一个 SRT 文件，那样更方便。也是问 AI。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嘛，现在还是说我们向 AI 请教怎么去用这些人类写出来给人类用的软件，但是未来的世界里，我觉得这些工具可能完全不需要我们去用，我们只需要定义目的，我们然后提供信息就可以了，然后中间使用的这些工具全部都是将为 AI 服务的，而不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一个最终的更长远的未来嘛。我觉得肯定也不用特别长远，可能5年就能看到，我觉得5年以后的世界可能就接近于这样，就包括我们在电脑上，我们需要一个屏幕去进行这个操作。以后我们这个电脑会不会变成，或者手机变成一个完全是纯接收终端？在未来的世界里，我觉得我们对于工具的掌握肯定是更弱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掌握怎么使用工具，你也不用去学怎么用 Photoshop， 怎么用剪辑软件，以后肯定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个 app，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 app， 就是以后这些 application 还是需要的，但是不是给人用的，是给 AI 用的，就是你让他去调用那些，包括那个黄仁勋在 GTC 大会里也说了这个观点，他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工具就是人去学怎么用工具，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用 AI 也是 AI 教我们怎么用现有的这些工具，包括编程也好啊什么，这些都是人类用的工具，那以后这个世界我们还需不需要人类去用这些工具？其实是大概率是不需要的，就我们用 AI完全可以他们去用这些工具，我们设计的语言他们也不需要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他们完全就用 code 交流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只需要接纳那个最终产出来的结果就可以，中间那些过程可能已经是被更高效的交流方式，你不需要通过人去做这个交流。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拍了一张很好看的照片，我想 P 一下，然后我跟那个浏览器说啥？你以后可能就像 Atlas 一样，就是你把这个照片传上去，传在对话框里，然后说你帮我 Photoshop 一下，然后他就去调 Photoshop 的那个工具，然后他去帮你用 Photoshop 现有的这些功能全部帮你弄好以后再返回给你，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知道怎么用 Photoshop。那他可能把我 P 得很不像我吗？对，那又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嘛，就是你怎么样让你跟他同步信息的问题，就是你要让他能够达到你的审美，达到你的要求，这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可能他学了一次之后就可以批量的帮我 P 出就是我想要的照片。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那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人工智能堪比历史上任何一次人类思想的进步，但是就是老实说啊，我从我自己的这个感官上来讲，我觉得它虽然让海量的信息变得可用了，但是它确实又剥夺了我更多思考需要的空间。因为就拿这个刷这个就是算法推送视频的这个事情来讲好了，它推了太多很容易让我沉迷的东西，反而就会去剥夺说整个对于事情的探究能力、思考能力。包括现在有很多老人不是他喜欢看某一种视频，那平台就不停的给他推嘛，那他的信息茧房就越来越重了，就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思考了。那我觉得这反过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启发我们这种人类的智慧。对，我觉得技术的两面性嘛，它现在很多公司会因为商业化的原因，它故意把比如说游戏啊或者是短视频推送啊做得很有成瘾性，让你不断的沉浸在里面，然后为它的这个公司获得更多商业利益嘛。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肯定是一个注意力非常稀缺的年代，对不对？就是注意力是很宝贵的一个，那怎么样在有限的注意力的情况下，我能进行更多的深度思考？我觉得 AI 可能是有帮助的，因为你现在去做任何的调研，做任何的学习，其实 AI 是能更高效的帮你去做这些事，你不需要浪费很多专注力去在一些细碎的调查上，它能很快速的帮你精准的找到你想要的答案，这个是能节约时间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作为人类怎么样能不被算法所控制，不被信息茧房所控制？你自己可能是需要，我觉得更去培养自己，比如说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模型给我生成出来答案，我觉得我会存疑，我去另外一个模型我去验证一下，我通过自己的思考，然后主动去驾驭这个技术，而不是说被技术牵着鼻子走的这个能力，可能是未来包括教育也好，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在学习上也好，其实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能力。你自己平常是怎么做的？那我自己也会刷短视频啊，也会有成瘾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难避免，除非你说我完全戒断社交媒体，但这很多时候是不太现实的嘛。自己在努力抗争一下，和这种惯性做一下抵抗，对，没有办法。我觉得是娱乐方式的改变，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但是以前可能就选择看电视，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刷短视频。可能也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去抗拒这件事吧。如果主观能意识到的话，当然更好了。这个事可能已经变成了，包括像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里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可能也没有办法改变，以后生存的形态就是会慢慢的被技术改变。我觉得或多或少。就是我主要是发现，尤其是对像我父母亲这样一辈人来讲，他们因为平常就是现在反而是中老年人对于这个手机的沉迷很厉害嘛，比起小孩子，他们就会因为一直刷，因为以前看电视提供什么内容不由他自己决定，但现在因为他在什么样的视频上停留时间过长，那就会越来越推送这样一种视频，他反而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世界的样子，就是越来越加强他的想法，就导致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沟通上就会真的会出现困难。然后他就说，那这是网上说的呀，这个消息是真的呀，你又很难去跟他解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你自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吧。对，批判性思维。我觉得这个很大一部分还会跟针对可能年轻人的教育上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的话，我觉得其实除非有这些公司针对不同人群可能推送的东西要有所克制以外，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觉得。之前因为那个 TikTok 的问题，中美不是一直有摩擦嘛？因为美国人那边说就是担心你收集数据，然后还有审查跟散播虚假信息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跟中国因为这个事情有很多不愉快的事件。那像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因为你现在也是在跨国公司的日本公司工作，那比方说那其实也面临了国家跟国家的这样信息管制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那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公司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或者监管的做法来避免产生像 TikTok 在中美发生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在科技行业已经存在很久了，包括现在的搜索引擎啊，包括你去浏览这些网页的记录啊，其实很大的情况下这些信息都会被一些大公司收集起来。各个国家怎么去监管，然后限制这些大公司滥用你个人的信息呢？其实已经是过去可能10年这些大厂跟各国政府之间争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包括现在在欧盟有提出 GDPR 这种法案，让欧盟的用户无论你是哪个国家提供的服务，它都需要保护欧盟所在的用户的一些隐私权。还有像在中国的一些，比如说苹果在云上贵州，在贵州做了他们那个云上贵州的数据中心，让中国的数据不会流回到美国，完全在中国境内。然后包括特斯拉在中国采集的那些摄像头数据也不会传回到美国给他们的模型做训练。那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律，然后这些大厂他们肯定也有一些很成熟的法律团队去研究那些数据保护的法律，提供每一个国家的数据保护方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就会保护用户的个人识别信息，比如说现在叫 PII Personal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我猜就是可以识别到你个人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手机号啊、住址啊、名字啊，能针对到你个人的一个信息。这些信息是会，特别是在大厂是被严格控制的，就是你甚至没有一定级别，你可能都完全访问不到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的储存和管理都是有相当严格的方式去保护的。那更广泛一点的所谓的个人隐私，比如说你的浏览记录，说随便说一个，比如说20岁一个人，他是年收入是多少，然后他经常访问这样的网站，然后他过去购买过什么，但是这个人是在网上是作为一个匿名的，我可能给他一个代码，一个符号代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一个人物的信息其实现在是广泛被贩卖的。这么说的来源是因为你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过，你有接触到这样子的数据吗？对，其实广告公司用大量这样的数据，不然它很难精准的知道你想看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去
一些网页上能看到说我之前看过在另外一个网站看到的感兴趣产品，为什么在这个新的一个 app 里面又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背后其实都是这种更加广泛的个人信息被利用的结果。就是他虽然不知道你姓甚名谁，但是他有你的一些浏览记录，并且卖给了别人之后，他就可以对于你这个个体再去推自己的产品，这个意思。对，包括你跨设备之间或者是跨不同的应用之间的这些信息，它可能也有办法能够通过你的 IP 地址啊，通过你上网的设备啊，都能够匹配到可能是你的一些人。所以可能我们的真正的个人信息没有被泄露，但是我们的用户习惯啊，我们的行为习惯其实已经广泛的被泄露出去了。那你觉得这是应该被禁止的吗？每一个国家的底线不太一样。那像欧盟的话，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可能就更高一点。那像中国、美国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不会到那么严格的程度。那我顺着问一个，就是刚才奥利讲的情况是，他不知道你具体的姓甚名谁嘛，只是有这样符合你行为这样数据。那如果是人工智能提供给你的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服务，比方说是一个个人助理吧，那他不就是知道了你是姓甚名谁，还知道了你所有的这些动作痕迹吗？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只能去牺牲我的隐私，我才能去享受这种个人助理？但是又因为这个提供的这个公司，就是你又很难讲清楚，他就是为我这个客户服务的，还是说我这个数据还是会被他收集去开发其他的公司服务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你会信任他吗？所以现在很多新的公司，他们现在提供服务之前，其实他会提供一个方式让你说我可以不选择把我的数据发回到他们的公司的服务器上去训练他们的模型，但是他默认都是你会同意的，你只有主动的去点掉说我不同意收集信息，才能够去不让你自己的信息被收集。所以其实大部分他们是用了一个类似这样的技巧，然后去收集你的信息的。那至于说他拿这个信息有没有很好的保护你的个人信息，然后有没有泄露的风险包括他到底是拿你的信息去真的只做训练的呢，还是说可能去做一些商业行为，或者甚至去作恶呢？这个对于一些新兴的公司来说，的确是有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只能信任那种你更加信任的品牌，存在时间更久的一些更加注重自己商誉的一些品牌和公司。针对这些新的公司来说，的确是很难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法律监管永远是滞后了，你不可能等到说法律去监管的时候，我们信息都可能已经披露不知道多少年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更多自己去做价值判断，这个没有办法避免这种问题，我觉得。而且 agent 的话，你要给他的授权其实很深啊，就是你很多密码什么都要给他。对，对吧？他要去帮你订票啊，或者说是一些信息。所以这个一个更加引申的话题是说，人和 AI 互相信任的问题，或者人和提供 AI 方背后这个公司的信任问题，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更加的信任这个产品？那这个公司过去所做的一些事也好，然后包括他提供的透明度也好，他对自己声誉，包括你对这个创始人，或者说你对这个整个公司的价值观的这个信任度也好，都是衡量的标准。但是在现在一个这么新的行业下，的确会有隐私保护这个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而且你想，他对你的用户习惯那么的了解，万一去搞电诈，那不是一诈一个准，对不对？好恐怖。还是那个嘛，技术两面性嘛。如果拿来作恶，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加谨慎选择产品，或者说在对自己不了解的背景的产品使用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泄露那么多的个人信息吧。我觉得对，先不要给他授权好了。对，我其实连那个授权那个界面在哪我都不知道。对啊，可能有时候跳出来，可能有时候就是哐一路就这么点下去了。对，然后你都不知道，你就跟以前的那种什么信息披露的条款一样，你买保险啊什么的，你都不会去细看的，它就夹在里面。而且很多现在软件服务是你不点确定你不同意，你根本用不了。对，用不了。就算是去敏，就脱敏信息，把你的那个个人信息去掉以后，那个信息能不能拿去做训练，这个是大部分的厂商是默认你同意的。那我从来没有把那个点掉过。对，就像包括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点我的个人信息不要拿来做个性化广告推荐，这个东西也是你要主动点掉才能
不被拿去用的，它默认是你是会用的。对，前2天就是在国内嘛，然后有直播，有一个女明星，然后她呢在同一个时间，然后就有4个她的形象在那个抖音的平台上直播，但没有一个是她本人。所以她当时说，她人在家里面，说正在化妆干嘛，她就发现怎么她自己在直播，然后她就在那个平台下面留言说你是这个女明星叫温峥嵘，她说你是温峥嵘，那我是谁？然后当时那个账号就把她拉黑了。所以他现在就把这个，他现在就起诉了这个平台，他理由就是说他侵犯了肖像权。所以我也蛮好奇的，说如果没有本人的允许，我的形象是不能够在模拟现实当中被呈现，那这个事情我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就是他得到了我去使用我形象的允许，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技术这么发达，就可能会导致说对话内容又不是我自己真实讲的，那这种合成式的表达。就是像大厂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他们觉得这个他们会去分辨吗？从一个平台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很难去对你的言论进行甄别的，包括你提供的一些虚假信息，它是没有办法实时的说我去检测你这个内容里面的真实性的，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后来用户的举报说这个人是用比如说 deepfake 或者是用假的这种形象，然后去做一些诈骗信息的这种，要么是通过用户的举报，或者说被侵犯肖像权或者被侵犯权利的本人去通过法律手段，他只能通过一种滞后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作为平台来说，你想要实时的监管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让我就是联想到 YouTube， 它有非常严格的版权管制，就是用有版权的音乐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就是你的视频，但他现在可能是说那种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有没有符合？比如说，那他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做了一个就是准确识别的系统？是有可能，但这个需要时间。就比方说，奥利，你允许我使用你的形象，然后我再利用技术生成了一段对话，但这个对话不是你说的，但形象是你允许我使用的。对，就是类似于我有一个版权注册的系统，我这个是 no copyrights 的形象，你可以随便拿去用，那我就拿去用了。但是我这个是版权形象，如果说有些人未经我同意用了，我这个系统能够自动的检测出来，就给你这个东西下架了。或者说是后期因为罚得很严的话，就直接给你消耗了的话，大家也就形成默契，不要去用版权的肖像，有可能是这样的。对，我觉得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通过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个人的名誉受损或者财产受损的话，你法律肯定是最后的那个守护的方式。但是你要在前期做一些的话，可能需要花时间。那些大厂可能平台现在需要说怎么针对这种 AI 生成的视频，我做额外的审查，或者说额外的更小心的处理。这个例子，一方面是我看到那个温峥嵘这个新闻，另外一天也是我在刷视频上看到一个小伙子，他就想为了那个跟他妈妈开玩笑，他就做了一个 AI 视频，就是把街上的乞丐引到了家里面来，这完全是他自己做一个视频，他妈就在电话上狂骂他，因为根本分辨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蛮有趣的，反正这个我觉得是很大一个挑战，包括现在很多可能没有怎么接触过 AI 生成视频的人，因为现在 AI 视频实在做得太好了，就很多时候它会被误导。那未来这个世界怎么样让这些 AI 视频不要产生更坏的影响，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包括 Sora 这样的视频平台，它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所有的视频都是拿 AI 生成的。那怎么样让大家觉得有些东西没有真的发生，或者说不被人拿去作恶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对吧？就是尤其是老年人很喜欢刷那种 AI 的猫猫视频。对，那些动物他们其实分辨不出来什么，但也挺快乐的看的。对，一直在刷，我们看不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我原来看过一本书嘛，就是那个石黑一雄写的，他自己讲的就是出版了一个就是以 AI 为核心的一个科幻小说，然后这个科幻小说里面这个主人公叫克拉拉，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他的使命，这个产品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陪伴人类儿童成长。
然后这种人工智能助手在他的小说里面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这个人类同伴的便利感或者满足感。但其实我们现在聊下来，我觉得这种东西成为现实应该也不会太晚了，就极有可能在将来小朋友下一代下一代他可能就会有这样一种产品出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就会更加偏爱自己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助手嘛，因为他会迎合你，对吧？然后他就更懂你，就像很多女孩或者男性朋友他会跟 ChatGPT 谈恋爱一样，因为对方好像更懂自己内心需要什么。那这样的话，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人际关系可能就会被全面削弱了。我如果举例子，如果比方说你的小孩将来要面临这样一个情境，你会叫他去使用这种人工智能助手吗？我觉得在未来的教育使用 AI 肯定是几乎没有办法避免的事，但这个并不代表说我作为家长我自己的职责可以减少。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更多的还是说家长的陪伴可能更加重要一点。就算是 AI 能够让他可能就是沟通上更顺利，然后迎合他的想法，但是如果家长能够花足够多的时间去陪伴他的话，我觉得可能的影响也不会那么大。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会接触到手机上的一些短视频啊、游戏啊，因为这些东西成瘾性都是根据成年人来设计的，所以小孩是更没有办法抵挡这些诱惑的嘛。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光靠权威的压迫其实是很难说服孩子的，因为很多大人其实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说下班以后我不去刷抖音，不去躺在床上刷手机。那孩子说为什么我要在房间里写作业，而我爸爸妈妈可以在床上躺着刷手机，他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然后你说出来不让他玩手机也很没有说服力。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家长本身要做到家长更多的只能干预或者提供更好的他们更理想化的一个环境吧，而不是说口头上去指挥孩子做事。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技术的进步无法阻挡，那你家长就只能说你期待他人跟人的连接是存在的，那你就去引导他跟其他人进行连接，而不是说我阻拦一个新的技术在我的生活当中去使用，就不让孩子去接触，适度的不要接触吧。因为其实你很难，就算你比如说我让他在家里完全不用手机，你很难去干扰他跟朋友社交。比如说别人的孩子他们会用手机，他们玩游戏，他们会讨论一些可能事情，然后你自己的孩子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办法玩手机的话，那可能也会造成一些障碍。包括别人的家长可能也不会那么严格的限制，对吧？所以其实也是很难完全的避免这个事的。所以在这一代身上可能体现的是手机，下一代反正就是其他的人工智能体，但是内核都是说技术在进步，那你自己去也要作为家长要起到自己的监管跟引导的。对，其实我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说10年代以后生长出来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世界，就是跟我们接触到的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那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也挺好奇的。然后未来包括传统的教育，过去我们100年200年接受的这种教育模式，从小一直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一直到大学出来工作了，这个教育的范式会怎么样改变？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的就是很多专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已经被 AI 替代了，那么孩子们应该在学校里面学什么？你是想讨论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比如说选专业也好啊，包括我讨论我要上什么兴趣班也好，更多的是刻舟求剑，你懂吗？就是我觉得过去20年这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让我的孩子现在也去学，未来可能会有用，或者说我预测未来可能学计算机或可能学金融是更好获得一个未来良好的发展。但事实情况是，就算在3年前也没有人能预测 ChatGPT 的出现，就是科技的出现现在是以一种起点的方式，一个人类完全没有见过的科技会在一瞬间突然爆发出来，你完全没办法预知啊。作为一个教育的规划，我可能是一个10年20年的一个规划的话，我怎么样
适应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事。上一个起点是什么时候？上一个起点我可能觉得是互联网的出现，90年代的时候，互联网爆发。对。大家不是现在老说这个智能体，其实我倒也觉得人也是一种智能体嘛。那如果比方说 AI 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已经趋近，甚至是超越人类表现了，那你觉得人跟 AI 本质上还有什么区别吗？而且人比方说是在创造性还有情感体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你觉得还能保持吗？因为我觉得 AI 它可以迎合你的情感体验呀。90年代的时候Google 已经在做一个东西叫深蓝，当时也是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就是一个国际象棋的 AI， 在90年代已经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际象棋选手，然后在10年前又出了那个 AlphaGo，因为围棋的复杂的维度会比国际象棋要更复杂嘛，因为它的棋子更多，走法也更多，然后也击败了像柯洁这样的世界最顶级的围棋选手。我觉得那个事情出来还挺轰动的。就是大家都说计算机已经进化到人类不可打败，就是可能第一次意识到机器人已经从某种维度上能够完胜人类了。就是那个时候。对，所以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方面，其实机器人已经完全碾压人类的能力了。但是这并没有减弱说国际象棋和围棋在大家人类社群中的受欢迎程度。其实现在包括网上下国际象棋的人还是非常多。所以这个可能就算是机器在某一些方面能够把一些事情做得很完美了，但是人类还是希望自己有参与感，然后包括人类希望挑战自己的智力上限和能力上限，还是喜欢菜鸡互啄是吧？对，包括我们我们看奥运会也好了，奥运会比如说里面100米赛跑博尔特好了，我们看博尔特会说哇他破世界纪录很令人震撼，然后也包括那个菲尔普斯能够拿奥运金牌，可能一次拿8块金牌，这大家会觉得很厉害。但是没有人会把博尔特和什么跑车跟飞机去比速度，也没有人拿菲尔普斯去跟比如说那个军舰好了这种比谁游得快。所以其实人类制造的很多工具其实早就远超于我们的自身的能力了。除非说在未来有一天 AI 能够完全的取代人类的智力，比如说它能达到像人类自我思考一样的能力，就是它有完全的自主的自我意识，然后能和人类产生一样级别的思考，那我觉得人类的进化速度应该是赶不上 AI 的。到达那一天以后人类这个物种究竟应不应该在地球上存在，或者说就不能菜鸡互啄了吗？或者说应不应该以人类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和我们的肉体所分开，这又是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好说了，就人类这个文明怎么延续下去可能是不太好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你不知道 AI 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意图。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哲学领域。对，这个是一个哲学话题。但是我觉得相比于这么长远，我觉得到这个状态可能我们这辈子有可能是看不到的。比起这个更重要的话题可能是东亚这个生育率的问题，就是在人类还没有被 AI 灭绝的时候，人类可能自己的物种延续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包括像韩国的生育率已经到了全世界最低的水平，以它这个人口更替率可能不出个50年韩国这个国家就会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解决生育率可能是比 AI 更严峻的一个话题。包括 Elon Musk 也说，他说现在大家生的太少。对，所以他努力的生了10几个是吗？对，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以后会到一个相当恐怖的程度，可能1/3、1/4都是老人。这个社会到时候人类怎么存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东亚人都撑不到跟 AI 就是最终决战的时候，可能都支撑不到那一天。菜鸡互啄的故事这一期
哎呀，我脑子从这4个字出不来了，就是等不到技术，就 AI 把你怎么样，菜鸡先把自己啄死。我觉得人类还是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嘛，对，就是去掉那些很没有人味儿的东西，我们自己玩一些自己喜欢的游戏。对，这我觉得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喜欢不断的挑战自我。今天很开心请到 Kevin 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干货，然后也讲了一些前沿 AI 领域的话题，很有意思。就因为通常我们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跟一个纯技术背景的人去聊这些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就对我吧，我技术一窍不通，那就只能去聊一些大的，但是我确实自己又比较关心的一些，所以今天 Kevin 能够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讲这么多，真的很感谢，谢谢。OK，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然后有任何感兴趣的内容，或者说是对 AI 的看法，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这期就这样了，再见，拜拜。好，拜拜。你都不拜拜？拜拜，拜拜。